这是印度灰叶猴一天最高光的时刻，像老太爷一样躺在石板制的席梦思上面，他的2个同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，好不快活，时不时抬一下胳膊。而在不远处还有同样场景，有抓后背，还有抓脸的。而旁边的小黄和小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热得一直在倒气，并且在等待着吃猴子的残羹冷炙。印度灰叶猴天性顽劣，尤其在吃的方面，但在印度，它们又是受保护的，地位比狗高太多了。印度灰叶猴同类之间相互梳理毛发，是为了增加伙伴之间的感情，而且一天之中会有4到5小时的享受时光。而雄猴王则可以摆出高猴一等的姿态，欺负老弱，作威作福。不过族群中的小猴子则可以幸免，受到猴子们的优待，免受劳役之苦。而相互梳理毛发，在猴科大家族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而印度灰叶猴以长尾出名，脸和手脚还有耳朵是黑色，在猴科家族中也算是长得眉清目秀，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孟加拉，主要食物同它的名字一样吃树叶为主。为了和小黑小黄这个邻居处好关系，一只屁股都被磨秃噜皮的叶猴尝试着走向熟睡中的小黑，试图用叶猴的相处之道来安抚小黑。殊不知这是对狗的一种挑衅，先是小黄被抓疼了后背狂叫一声，后是小黑被揪伤了耳朵龇牙咧嘴，语言和肢体语言不通，如鸡同鸭讲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况且后面还得靠着叶猴的打赏来吃饭，吃别人的嘴短没办法，只能强颜欢笑。后面叶猴也慢慢掌控了手的力度，小黄也慢慢开始享受着帝王的待遇。当然了，叶猴也可以从梳理皮毛中获取蜱虫这种大补的食物。而贪玩的小幼崽黄狗在叶猴的群体中是活宝般的存在，常常把叶猴追得满地乱跑，一蹦3尺高。而叶猴则是友好的把小黄按在地下摩擦，和邻居处好关系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。毕竟远亲不如近邻，在遇到危险时，他会和这个邻居一致对外。虽然顽劣不堪，但叶猴却是性情中猴。这只年长的叶猴正在摆弄一只射向叶猴的尾巴，以此来加深感情。毕竟是机器，一番折腾下来，被一群友好的叶猴玩弄散架了，又是被洗澡，又是按摩，终于被从树上摔了下来。一只母叶猴则是上前安抚这只他们认为没有生命的叶猴，抱在怀里反复查看，后来放到向阳的大石块之上。众多的叶猴全围拢过来观看，并且显出了悲戚的情绪，犹如自己失去了孩子一样。许多小叶猴更是紧紧依偎在母亲怀抱，更有母亲顺势把孩子搂在怀抱中，仿佛很怕失去这一切。毕竟在繁衍后代这一方面，印度灰叶猴是很弱的，基本上每胎只能产一只小幼崽。6个月的孕期虽然不长，但哺乳期却要长达2年之久，所以整个叶猴群体优待小家伙是有道理的。而猴子在印度几乎是神灵一样的存在，人们不敢怠慢他们，总是让他们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去。后面一些叶猴甚至去商店大吃大喝，以至于后面发生了猴灾，更是出现了以猴治猴的场景，也因此让他们摘掉了濒危的